请看，这处勒痕细但极深，在死者后颈处相交，上下皆是红色细小的血点，面皮呈青紫肿胀之色，足以见得死者是被活活勒死的。这石河跟了九娘子，长进不少啊！是，得亏九娘子不吝赐教。霍知府大人进来时，可曾动过屋内陈设？下官不才，这点规矩还是懂的。怎么世子殿下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死者既是被活活勒死，死前应该拼命挣扎才对。可这屋里为何如此干净整洁？就连贴身侍女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。会不会被迷晕了？可有什么发现？此处并非行凶之地，尸身是死后才被人搬抬至此，行凶人与这府上脱不了干系。九娘子如此推断，可有依据？这可事关秦府的声誉啊！人死后，尸身的受力和低垂处会形成血阴，1个时辰左右，从四肢开始发僵，3个时辰，全身便会僵硬。现下，死者的四肢虽已僵硬，但躯干尚且柔软，可见气绝不足3个时辰，应是于寅正与卯初之间遇害。彼时正值秦府夜巡结束与下人点卯之间的空档，只有对秦府内宅和府中规矩了然于心，才能做到在短短半个时辰内行凶逃匿，不为人知。能对秦府熟悉到如此程度，绝不是外人所为。九娘子，可否告知从哪里能看得出来这尸体被人搬动过呢？你看，死者掌心呈细条状的擦伤，伤口皮肉收缩，指甲断裂，甲缝中还嵌有泥土，可见死者生前挣扎时是躺在泥地上，而且死者此时虽是仰面躺卧，但双腿的弯曲状态却与平躺时大不相同。只有在气绝时，双腿呈蜷缩状侧卧才会如此。从尸身的僵硬程度看，死者应在气绝1个时辰，四肢开始僵硬后才被人搬抬至此。因此，除了左肩背侧侧卧时形成的血阴，大臂还有小腿外侧都有抓握而成的血印。最为重要的是，死者的鞋子已不在屋内。气绝后1个时辰，要将僵硬的尸身从外面搬运至此，绝非易事。以行凶人挑选作案时机的缜密，绝不会拖延1个时辰才去转移尸身，更不会只将尸身放在床上，连勒杀的伤痕都不做隐藏。如此草率，绝非行凶人手笔。对，从四肢血印的大小来看，搬动尸身的另有其人，而且是2人搬抬四肢，才能将僵硬的尸身挪动至此。转移尸身是为了混淆视听，遮掩凶案现场，柳氏之死定别有隐情。奴婢秀琴，奴婢秀淑拜见各位大人。你们2人谁是第1个发现柳氏死在屋中的？是奴婢。奴婢早晨本想看看姨娘是否起身，结果一进门就见姨娘惨死在了床上。你可知，虚立证据治罪，有出入者，按律当同元凶罪减2等。奴婢不敢欺瞒2位大人。那你呢？奴婢看到的也是如此。大胆贱婢，竟敢在世子殿下和本官面前说谎，当真不知王法为何物！拉下去，给我重打30大板！大人饶命！霍大，这是要刑讯逼供吗？嗔儿，小辈不懂规矩，还望2位大人恕罪。那婢女说，柳氏入睡后未再出门，可她死时面着浓妆，分明外出模样，指甲连根折断，可见死前拼命挣扎，但屋内却一点打斗痕迹都没有。种种不合之处，还说没有撒谎？
世子殿下果然英明。不瞒两位大人，那婢女是受老身指使方才撒的谎，要罚，就责罚老身吧。祖母，母亲，祖母，世子殿下，霍大人，我祖母并非有意欺瞒，实是因为八姨娘是半夜与人私会，才招来杀身之祸。我祖母是为了保全秦府的声誉，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二位大人若是要罚，就罚在下吧。既有缘由，说清楚便是。奴婢确实是第一个发现姨娘的，只是那时候，姨娘已经衣衫不整的死在了东院花棚之下。殿下，柳氏生前的衣服已经找到了，被他埋在了后院。你看到死者时，他躺在何处？就躺在那里。你说说，他的头和脚都在何处？海峰，按他说的做。啊！是。姨娘的脚是在这边一点的，头朝着左边，身子侧躺在地上，脚是这样的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头在地上。这几处树藤是被折断的，应是柳氏挣扎留下的痕迹。你们可收拾过此处？老夫人让奴婢们将姨娘搬回去换了身衣裳，然后把这里的土灰和叶子都扫走了。当时地上有一道拖痕，从这里到那里。主子，属下可以起来了吗？起来吧。谢谢九娘子。这是死者的手帕吗？上面可是他的针法。看针脚像是姨娘的活计，但姨娘嫌素白晦气，贴身东西从来不用这个颜色的。那为何将这帕子与死者的衣物埋在一起？这帕子是奴婢在给姨娘换衣服时，在她怀中发现的。奴婢心中慌乱，就一起埋了。是男子的汗味，应是约柳氏相间的姓物。可这汗味如此之重，不像是富家公子的做派。难道是情杀？你想到了什么？我曾经见到刘春和柳氏一同出现在紫竹里。立刻令人将刘春关押起来，待我审问，将这侍女押回府衙。是。走。行凶人应是从背后拉住八姨娘，沿着这道拖痕拖至断藤处弃去。此处叶片已经发黑，行凶人定是在此处站了许久，才会把叶片踩成这般模样。
他若藏身于此，夜间是绝技发现不了的。他若要从背后拖住八姨娘，柳诗音在那个位置。这里枝叶繁茂，凶手现身时很难不发出声响。柳氏身在此处，听见背后传来异响，定会回头。凶手很难从背后一击得手，除非柳氏认识此人，才没有惊叫出声。又或者，行凶人对他说了什么，让他不敢或不愿面对，行凶人才能从容地走至他身后出手。民女多有失态，还请殿下恕罪。既你我相称，今后就不必改了。这不，世子殿下，九娘子，小的在初检的时候，发现死者身上有些许古怪，小的不敢擅断，还请九娘子随我一同前去验看一下。有何古怪？我这回世子殿下，死者似是染了杨梅疮。徐鹤，如此明显的症状，你为何不敢确定就是杨梅疮？回九娘子，小的想着，她不是秦府的姨娘吗？没道理染上这种病，小的不敢妄言。身为仵作，你眼里应只有在死者身上看到的一切，无论死者身份如何，都与勘验无关。仵作虽属建议，但却不可存了自轻自贱之心，心存大义，方可眼中灼然。小的记住了。热冷秋真是越来越冷了，要不是八姨娘出了那事儿，这会儿哪还用在这儿喝冷风啊？去，白天不说人，晚上不说鬼，大半夜的别胡说八道。大人，还是没有消息。殿下，这城里城外都搜遍了，这刘春就算是有翅膀，他也得有个影儿啊。那就整队，再搜秦府。哎，殿下，这秦府能藏人的地方都查了，那霍知府此番就要查查那些不能藏人的地方。那就是。主子，秦府的紫竹林闹鬼了。闹鬼？殿下，属下暂未有任何发现。诸位都已经探查过了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你们若是再信口雌黄，就全都拉去官府问话。大公子，小的们哪敢胡说啊！小的们刚才真的是亲眼看见的鬼火呀！是啊，那女鬼的哭声听得真真的。还是个女鬼，看来颇有来历啊。世子殿下，这下人们的闲话不可信呐。若是不可信，这紫竹林如此繁茂，府上为何还会封禁啊？这，在下和二弟，又是从调入过那里的井中，祖母爱孙心切，于是命人用镇妖石把那口井封了起来。主子，九娘子到了。殿下，九妹妹乃是未出阁的女子，行事多有不便，
还是由在下随侍左右吧。一事不烦二主。九娘子既已来了，便再辛苦一番吧。遵命。这石板应该就是风景用的镇妖石。看苔藓的长势，这石板应是刚被移开不久。此处是秦府的禁地，谁会闲来无事将这镇妖石给移开？此处有蹬踏的痕迹，有人应在此激烈挣扎过。海风，下去看看。是。脚下有个死人，把绳子扔下来。快，叫人把架子搭起来。九娘子，徐和尚在驿中，劳烦您先做初检。你可想清楚了？若在此初检，你善勘验之时就瞒不住了。无妨，是时候让他们知道我的本事了。霍大人，请不要让闲杂人等打扰。齐不得，守住紫竹林入口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是。那按老规矩，你说，我记。大人，拉上来了，拉上来了！慢点，慢点！来人啊，快，放这儿！轻点，轻点，不要破坏了尸体身上的证据。果然是刘纯。你怎么能任那燕池闯进紫竹林？你怎么不跟他闹？你告诉他，他要是硬闯的话，你就死在他面前。老夫人消消气，走开！都怪孙儿无能，祖母莫要气坏了身子。母亲息怒，那瑞王世子身份尊贵，咱们家琛儿一介白身，哪能阻拦得住啊？那我去拦。我苦苦支撑这三房到如今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毁了我的心血。母亲，祖母，可若是祖母也拦不住，该怎么办？放心，我自有我的法子。也是累死的。我来。与八姨娘偷情之人，
果然就是刘春。记：死者刘春，年约40至45岁，尸身发现于紫竹林枯井。死者头部、左肩及左侧衣袍有淤泥，鞋跟处、小腿外侧有干泥。经初步推断，死者是在外被勒杀后推入井中隐藏。死者面色青紫，应是被人勒住颈部后血液不流通导致。勒痕深，上下均有出血，勒痕交接于后颈处。死者颈部、唇部均有面食残渣，应是被勒杀时正在食用面食等食物。从伤痕上来看，刘春与八姨娘的死因相同，皆是被人从背后勒杀致死，勒杀手法也完全一致。死者鞋跟处有明显磨损，且沾有干泥。手指亦有伤痕，指甲缝隙中有枯叶碎土，应是在井外被杀时挣扎所致。死者肩有横悬，脱发。死者胸腹处及左后背有紫黑色肿块，溃败者有腐臭之气，属杨梅疮复发，已成杨梅结毒，是已知病人中病程最长、病情最重的。下官知道了，一定是刘春将赃病传与了八姨娘，恐怕被三老爷发现，便先杀了他，却没想到三老爷自己也染上了赃病，一气之下杀了刘春。你若是再敢胡乱猜测妄断案情，小心我参你一个草菅人命！殿下，不，是安察是小的过错，小的再也不敢妄言了。受教了。死者未见其他伤痕，按压血印后，只有稍许褪色，回弹缓慢，全身四肢关节已经僵硬，气绝至今，应至少已经6、7个时辰。如此说来，刘春是于八姨娘死后，于今日辰时，于4时之间被人勒杀于此。是。霍大人，初检结束，死者刘春死因明确，不需剖眼，可还有疑问？本官对九娘子坚信不疑。从初检结果看，八姨娘和刘春皆死于同一人之手，凶手应该是利用刘春的手帕，将八姨娘引至花棚，将其勒杀致死，再来此处勒杀刘春。刘春最早死于辰时，可秦府的下人们却说，刘春于点卯之后便不知所踪。这炊饼若是刘春自己携带，为何会留到被杀之前才吃？况且刘春身形高大，就连是我，也不可能将他毫无声息地拘至此处。你的意思是，刘春是在点卯之后自行藏匿于此的？不仅如此，别忘了，凶手是能拿到刘春与八姨娘定情手帕的人物。以凶手杀害八姨娘的手法来看，凶手应该是诱骗刘春于点卯之后主动藏身于此，再假借送炊饼，趁其不备绕至身后将其勒杀，再抛尸于井中。能让刘春毫无防备的，必然是他十分信任的人。问题在于，行凶人行凶后，为何对井口未加恢复？就算是推不动石板，至少也应该把井口周遭的痕迹清除。如果说为处理杀害八姨娘的现场，是因为花棚位置显眼，时间仓促，那紫竹林人迹罕至，
时间充裕，为何还未处理现场？他就那么自信，不会暴露自己的行迹？或许此人还有帮凶，相信会有人帮他打扫残局。我们正遍寻刘春不见，紫竹林就出现鬼火，这未免也太过于巧合了。近日寒凉多雨，不应该有鬼火出现。那若鬼火确属人为，刘春便是引我们至此的诱饵。那这景恐怕就另有玄机了。来风，挖井。是。准备一下挖井的工具，速去速回。是。启禀殿下，霍大人，秦老夫人和三夫人闹着要进林子，属下拦还是不拦？各位官爷，这命案发生在我们秦府，我们却连死的是谁都不知道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世子殿下亲自查案，我秦府诸人绝不敢随意打扰，可让我们到现场见证一下，这总是应当应分的吧？莫非有事，连我们这主家也要瞒着不成？按察使和知府大人严令禁止闲杂人等入内，还请秦老夫人和大公子不要为难我们。母亲，那……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不为难你们这些官爷，快，我们进京告御状，让钟永侯上书参了严职，目无礼法，事事凌人。老夫人，大公子，按察使发下话来，允许两人进入紫竹林，你们看是哪两位随我前去？来，殿下，骷髅头，挖了3尺才挖到这个，没有主子的吩咐，属下未敢再往下挖。颅骨较小，骨质较轻薄，眉弓不明显，眼眶近圆形，上缘较锐。这是名女子的头骨，可能得出身亡时间。具体情况要等验过井底后才知道。但是根据白骨程度，这名女子死去已至少7年。霍大人，你可要为秦家做主啊！老夫人不急，已在井中找到刘管家的尸身。祖母，老身匆匆赶来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。世子殿下，霍大人，既然你们都已经发现了，老身也就无需隐瞒了，以免日后误会。只是此事关乎府中内眷，还望两位大人不要外传。老夫人请讲。这都怪我那幺儿做的孽呀！8年前，我那个不争气的3儿子，非要纳八姨娘进府，时逢2姨娘杨氏怀孕，闹得落了胎。他一时想不开，就投井死了。当时请了法师，说杨氏死时怨念极重，死后魂魄亦是凶魂。唯有以镇妖石镇住这口井，方能报何府安宁。自那以后，我就命人封了这口井，紫竹林已成了禁地。老身恐被有心人利用此事，攻坚钟永侯，所以就将此事掩盖下来。没想到这口凶井真是害人呐！还望两位大人看在钟永侯的份上。大周有律，
凡家中有非常亡故者，须得报官查验，待定论之后方可收敛下葬。杨氏头颈，可有亲眼所见之人？杨氏的侍婢曾极力阻拦，结果他受了惊吓，卧床不起，没多久也便故去了。那老夫人怎知，这一定就是杨氏的遗骸？这么多年，除了杨氏头颈，不会再有别人了。老夫人既指认这是杨氏的遗骸，那今日就算是为杨氏头颈一事报官了。老身确有此意。那莲叶之死，祖母不妨也一并报官吧。莲叶是他们家的独女，她的父母不愿意她死后还被人侵扰，坚决不肯报官。我便给了他们一笔安葬银两，莲叶早就入土为安了。秦府命案频发，镇妖石显然无用，与其大做法事，不如待官府勘验之后，将死者好好安葬，让逝者泉下安宁，方是正道。可是，全凭世子殿下吩咐。齐捕头，即刻令人清出余下尸骨。是。殿下，刘春的案子该如何是好啊？刘春与八姨娘两案并案户口，未得定论之前，皆不得下葬。遵命。什么味道啊？你闻闻，快闻啊！这味道不闻一会儿就散了。像是胡钻的味道。是灵火燃烧的味道，灵火又被称作是鬼火。尸骨败坏后，人骨中的磷就会消解到空中，磷可见风自燃，颜色幽绿。因为经常出现在坟地旁，所以被人当作是鬼火，在道观和寻常药铺中均可买到。在深夜中燃烧，足以充当鬼火来护人。白磷可假作鬼火，那巡夜人看见鬼火飞来飞去，就确属人为操控了。启禀殿下，九娘子，在几处树枝上发现绑有细绳，不知是作何用途，请殿下和九娘子前去查验。就在前面。果然有胡蒜的味道。现在可以确定，有人把沾着白磷的棉花放在竹枝上，然后拽着绳子晃动竹枝，再配上些呜呜咽咽的哭声，好一出女鬼喊冤的傀儡戏。若非八姨娘之死，我们便不会追查刘春；若非下人们发现鬼火，我们未必会彻查紫竹林；若非在紫竹林的井中找到刘春的尸首，我们更找不到杨氏的遗骸。这些巧合当中必有关联。还有莲叶。根据行凶手法，我怀疑莲叶才是凶手杀害的第一人，然后才是八姨娘和刘春。莲叶应是在紫竹林里发现了凶手的模样，才被饿死抛尸在湖中。可莲叶为何会半夜来紫竹林？凶手又在紫竹林里做了什么？实在太多事都与紫竹林相关了。或许，这才是凶手真正的意图。这些事绝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完成。不管主谋是谁，
他既殚精竭虑地让我们找到了杨氏的遗骸，那杨氏之死，就绝对没有老夫人说的那么简单。守卫呢？衙役呢？谁把人都给撤走了？娘子，先去避雨吧，染了风寒可麻烦了。九娘子，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彩荷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先回去吧，辛苦了。好的，好。老夫人啊，为了这口凶井，心慌了2天。这不，霍大人刚一说勘察完毕，就让我赶紧找人把那井啊给封上了。把井给封上了？是啊，刚完工。我还顺便带人把花棚的这口井也修整了，省得老夫人担心再有人掉进去。老夫人这下可以安心了。哎呀，这么好看的伞破了怪可惜的。我记得库房正好有一把底色与这一样，只是花纹不同的，回头我给九娘子送过去。多谢彩荷姑娘。不必跟我如此客气，赶紧回去吧。怎么了？老夫人用命人把井给封了。这么快？秦安氏才公认，杨氏是被拐卖的，之前也确实曾嫁人生子。秦安贪图其美色，马来之后就一直将她关在后宅。杨氏直至投井自尽，都从未离开过府门。可秦老夫人明知道我去问了秦安口供，却还那么着急封井。看来，她想要掩盖的，并不是杨氏之死，而是这口井。这是勘验师发现的一截掌骨，根据骨质推算，这应是尚未及笄的女子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井中还有尸骨？可那日是白风亲自下的井，若还有尸骨，他不可能没有发现。贤弟那时对我说，紫竹林这口井原本是口水井，后来不知为何就变成了枯井。难不成是有人在杨氏自尽之前填了这口井，用以掩盖恶行，这样就谁都发现不了了？混账！即刻命人刨开，重新勘察井底。